他常装扮成小丑现身儿童派对与慈善活动，却借此奸杀了30多名男孩。他就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之一约翰·韦恩·盖西。故事发生在伊利诺伊州，该州位于美国中西部，首府为斯普林菲尔德，是全美主要农业州， 80% 的土地为农业用地，北部和中部的黑土肥沃，属世界最佳耕地之列。州内最大城市芝加哥坐落于密歇根湖南部，经济发达，人口超200万，也是盖西的故乡。盖西于1942年3月出生在芝加哥，父亲是汽车修理工，母亲是家庭主妇。他在家中排行老二，上有一姐，下有一妹。祖父母为波兰移民，他身负波兰与丹麦血统，全家信奉天主教。盖西自幼好吃少动，身材肥胖，几乎没有玩伴，童年主要由母亲和姐妹陪伴。11岁时，他在玩秋千时不慎衰落，头部遭受重创，表面看似无碍，实则留下内伤，直至16岁才被诊断出颅骨血肿。4年，他又被确诊患有心脏病，身体的痛楚并未阻碍他的社交。18岁时，盖西涉足政治，成为民主党选区代表助理。1963年，21岁的盖西从西北学院（前身为西北商学院）位于伊利诺伊州布里奇维尔毕业，随后进入一家鞋业公司担任管理实习生，仅1年便晋升为部门经理。同年9月，他与同事马林结婚。马林的父亲家境优渥，为两人在爱荷华州滑铁卢购置了3家肯德基快餐店。夫妻俩迁居此地后，育有1儿1女。然而，这段婚姻仅维持了5年，便因感情隔阂破裂。离婚后，孩子的抚养权与房屋财产均归马林所有。他带着孩子离开了爱荷华州。2年后，29岁的盖西搬回芝加哥，在当地一家餐馆担任厨师，并在母亲的资助下，于诺伍德公园镇的西萨莫代尔大道购置了一栋房屋，与母亲一同入住。不久后，他与高中时期的女友卡罗尔旧情复燃。为让家人过上富足生活，盖西成立了名为 PDM 的建筑承包公司。 PDM 代表粉刷、装修和维修。白天他在餐馆当厨子，夜晚则投身建筑公司业务。1年后，两人步入婚姻殿堂。卡罗尔此前有过一段失败婚姻，带着2个女儿与盖西共同生活。盖西的母亲为不影响2人感情，在婚礼前主动搬离。4年，盖西辞去厨师工作，全身心投入 PDM 公司运营。公司起初仅承接小规模维修业务，后来逐渐扩展至室内设计、装修及景观美化等项目。随着业务扩张，盖西每日工作时长不少于16小时，常常忙至凌晨才回家，无暇顾及孩子与夫妻感情。这段婚姻在第5年再次走到尽头。34岁的盖西与卡罗尔于当年3月离婚。尽管婚姻屡屡受挫，盖西在社区中却口碑极佳。他热心公益，每逢大雪过后，便义务为社区街道铲雪。1974年至1978年间，他每年都会举办夏季派对，参与者超400人，其中不乏政治人物。他积极参与当地民主党活动，凭借良好声望成为选举代表，甚至在1978年5月6日受邀与美国第一夫人罗斯林·卡特会面合影。此外，他还是当地小丑俱乐部成员，常装扮成小丑波哥，给社区孩子们分发礼物，深受大众喜爱。然而，这层光鲜的外衣下藏着无人知晓的黑暗。盖西的恶行早有端倪。在爱荷华州滑铁卢与第一任妻子马林婚姻的第4年，他因犯鸡奸罪被判处10年监禁，同时还涉嫌殴打2名少年及性侵多名男孩。马林也因此提出离婚。当时，盖西利用自己的肯德基快餐店招募了许多少年，在工作场所的地下室开办俱乐部，专供员工喝酒、打保龄球。性侵前，他会强迫少年饮酒，若对方拒绝，便谎称是玩笑。即便在阿纳莫萨监狱服刑期间，盖西也伪装成模范囚犯，入狱数月后便升任厨师长，还积极参与改善囚犯生活条件的项目，最终仅服刑18个月便获得假释。重返芝加哥，与第2任妻子卡罗尔结婚后，卡罗尔常发现盖西带陌生男孩回家车库，追问之下，盖西坦白自己是同性恋，两人随后分居，最终离婚。这些反常举动并未引起外界足够警惕，直至1978年12月11日，一桩失踪案的发生才逐渐揭开他的真面目。1978年12月11日，芝加哥西北部德斯普兰斯的一位女子拨打报警电话，称15岁的儿子罗伯特失踪。罗伯特是当地尼森药房的兼职员工，当天是他的生日，母亲原本计划接他下班庆生，但其表示下班后要先见一位建筑商，对方提供的短期工薪资是药房的2倍，需洽谈具体事宜。然而母亲在家等到晚上11点，仍未等到罗伯特。
也未接到任何电话，情急之下报警求助。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展开调查，药房负责人证实罗伯特于当晚9点离开，此前确实有一位名叫约翰·盖西的建筑商前来洽谈工作。警方随即锁定盖西为调查重点，了解到他住在德斯普兰斯东部的诺里奇村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调查过程中，警方发现盖西有多项前科，但其本人面对询问时坚称案发当天去过药房，只是为了询问店面改造需求，并未给罗伯特提供工作，且不清楚罗伯特的身份。当警员要求他前往警局配合调查时，盖西以叔叔去世为由推脱，直至次日凌晨3点20分才现身警局。当时他满身泥泞，声称刚遭遇车祸，后经证实确有此事。询问期间，警方获批搜查令，前往盖西位于西萨摩尔大道的住所，搜出大量可疑物品，桌子上的几枚警徽和一把手枪，浴室里的注射器、手铐及同性恋相关书籍，壁橱内一件不合盖西身材的男生内衣。西北卧室中还有一瓶违禁品、几张驾驶执照、一枚刻有 Jazz 的1975年高中毕业纪念章。垃圾桶内则发现一张尼森药房的收据和一根91公分长的尼龙绳。警方随即扣押了盖西的奥兹莫比尔汽车及 PDM 公司所有车辆，并安排2组警员24小时轮流监视。罗伯特失踪第4日，警方接到目击者举报，称1年前有位名叫格雷戈里的人失踪，且盖西的雇员查尔斯此前在伊利诺伊州一条河流中溺水身亡。目击者认为这2起事件均与盖西有关。4日，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，曾有一位名叫杰弗里的人报案，称被盖西诱骗上车后遭受性侵与虐待，事后被遗弃在林肯公园，直至次日才被人发现。面对警方的24小时监视，盖西表现得异常淡定，甚至会邀请警员一同用餐、喝酒或进入家中，同时始终否认与罗伯特失踪有关，还指责警方因他的政治关系而恶意骚扰，有时甚至会无视交通规则，甩掉跟踪者。警方随后检查了盖西卖给员工罗西的奥兹莫比尔汽车，在后备箱发现一小簇疑似人类头发纤维，因当时缺乏 DNA 技术无法证实关联，但随行警犬在汽车副驾驶位置做出死亡反应，暗示罗伯特曾在此就坐。罗伯特失踪第8天凌晨，盖西再次邀请监视警员用餐，此次他显得焦虑疲惫，席间竟隐晦表示小丑可以逍遥法外。当天下午，盖西前往律师事务所起诉德斯普莱斯警方非法监视，要求停止跟踪并赔偿75万美元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根据药房收据找到罗伯特的同事金伯利，其证实案发当天自己将带有收据的夹克衫借给了罗伯特，由此印证罗伯特失踪前却与盖西有过接触。与盖西此前供述矛盾，警方进一步询问罗西时，其透露去年夏天曾因盖西要求往他家地板下的爬行空间撒过10袋生石灰，而此前搜查并未发现这一空间。警方随即申请第2份搜查令，同时盖西的民事诉讼听证会定于3天后举行。期间，警方调查人员借进入盖西家中谈话之机，在卧室发现一台疑似失踪者斯奇克的摩托罗拉电视机，记录序列号时被盖西察觉，只得借上厕所掩饰。过程中从供暖道闻到异常气味，推测可能与遗体腐败有关。后续调查中，另一位男子克拉姆向警方报案，称2年前盖西曾企图侵犯他，当时他在盖西家注意到地板上的泥浆，盖西神色紧张，当即掀开地板进入爬行空间。克拉姆还表示，曾受盖西要求在爬行空间撒生石灰，并帮忙挖掘了几条宽61公分、长 1.8 米、深61公分的沟，其尺寸与坟坑相近，但盖西谎称是排水沟。此时的盖西似乎已察觉末日临近，他拜访多位好友并拥抱告别。酒后坦白，大部分受害者遗体被埋在自家地板下的爬行空间，另有5具遗体丢弃在德斯布兰斯的河中。次日，清醒后的盖西拒绝了好友预约的精神科医生，前往另一位好友家中，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杀害了30人。警方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担心盖西畏罪自杀，立即将其逮捕。警方带着搜查令前往盖西家挖掘，发现盖西已拔掉污水泵，爬行空间被水淹没，排水后不久便挖出一块腐烂尸块及人类骸骨，经鉴定并非罗伯特。随后1周内，警方从卧室、客厅、厨房、浴室等区域的爬行空间挖出26具遗骸，从车库下方爬行空间挖出1具。此外，在德斯布拉斯河中还发现3具遗骸，累计30具。盖西交代，他会定期在遗骸上撒生石灰，加速分解，具体埋尸数量自己也记不清。关于罗伯特，盖西承认是自己所杀，称处理完遗体后赶去德斯普兰斯赴约途中发生车祸，才会狼狈现身警局。后续因暴风雪影响，挖掘工作推迟，直至3月9日，在靠近后院烧烤架的坑中发现第28具遗体，肢解后包裹在塑料袋中。7天后，在餐厅地板下发现第29具。
最终，法医通过生物学技术共识别出32具遗体，其中3具来自河中，受害者年龄最小14岁，最大21岁，另有5具身份至今未确认，推测年龄在14至30岁之间。而罗伯特的遗体最终被一位市民在德斯普兰斯河的裸露树根处发现，法医鉴定其喉咙被强行塞入3团异物窒息身亡。盖西的扭曲人格与童年经历密切相关。其父亲嗜酒如命，常打骂妻儿。盖西6岁时因弄乱汽车发动机零件，被父亲用皮带抽打，母亲试图保护却遭指责，父亲还辱骂他是娘娘腔、妈宝男。7岁时，盖西与其他男孩性骚扰女孩，被父亲用剃须刀磨刀皮带惩罚。童年时期，他还曾被父亲的好友在卡车上猥亵，因惧怕父亲责骂，从未声张。高中好友回忆，盖西的父亲时常无故嘲笑、殴打他，而盖西从未反抗。盖西的第一份工作是停尸房看守，曾趁独自值班时爬进已故年轻男子的棺材，拥抱抚摸遗体并获得莫名快感，这成为其扭曲欲望的开端。加入欢乐小丑俱乐部后，盖西塑造了波哥的小丑形象，以此为掩护诱骗少年，将他们带回家中观看色情影片，强迫发生关系，不从便实施殴打。他的第一起谋杀案发生在第一段婚姻期间。据其自述，某天下午，他在芝加哥卢布居观看冰雕展时，搭讪了16岁的少年蒂摩西，开车带其游玩后邀请回家过夜。次日清晨，蒂摩西手持菜刀站在卧室门口，实则是准备好早餐前来叫醒盖西，却被盖西误以为图谋不轨，双方发生冲突，蒂摩西不慎划伤盖西手臂。激怒后的盖西夺下菜刀，将其头部撞向墙壁，随后摔在地上，反复刺向胸膛。事后，盖西将蒂摩西的遗体埋在爬行空间，并用混凝土掩盖。这次作案让他体会到令人麻木的高潮，他直言死亡是终极快感，此后便接连犯下32桩凶杀案。盖西的作案手法极具规律性，他通常在芝加哥车站或街道寻找目标，多为逃亡者或男妓，以提供工作、给予丰厚报酬等借口哄骗对方上车，若谎言被识破，便暴力绑架，随后用手铐或锁链限制受害者自由，实施性侵与折磨。他将这一过程称为手铐戏法，最终用绳索勒死对方。此外，他大多单独诱骗受害者回家，也曾有过同时杀害2名男子的情况，而这一切恶行的灵感竟来源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休斯顿大屠杀，3名男子杀害至少28人。1980年2月，本案在库克县循环法院开庭审理，经过1个月的审理，盖西因33项谋杀罪、性侵罪、猥亵儿童罪等多项罪名成立，被判处死刑。盖西不服判决，提出上诉。1984年年中，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，此后数年，其律师仍不断尝试上诉，直至1993年10月，最高法院驳回最终上诉。死刑判决生效。1994年5月9日下午，52岁的盖西获准在狱中与家人共进最后一餐肯德基快餐。次日凌晨，在天主教神父的祷告下，他被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。据报道，盖西在执行死刑前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，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意，即便在最后的陈述中，也仅表示判处我死刑也不会弥补他人的损失。临刑前甚至嚣张地说出吻我的屁股 Kiss my ass。小丑杀手约翰·盖西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截至目前，挖掘出的遗骸中仍有5具身份不明，他们的家人或许仍在日复一日地期盼亲人归来，而这段隐藏在欢乐面具下的黑暗历史，也成为美国司法史上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。